店家，速速取水来！啊，现在的剧组都这么敬业吗？行了行了，剧组刚下班都可疯了吧？这是什么箱子？这是特供饮品，先压压惊。这黑色药汁怎会自己翻滚，还一直往外冒气？大姐，这是可乐，不是炼丹炉。放心喝吧，没毒。笑够了吗？水呢？矿泉水，拧开直接就能喝。不需煮沸，无需沉淀，老人小孩也能直接喝。对，出厂就这样。你这里一共有多少？货架加仓库，差不多100箱吧。我以这枚玉佩为定，我要换你100箱水。100箱？你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历城4年，镇北关；大旱3年，围城3日，10万人等水活命。100箱你现在搬不走，能搬多少先搬多少。水先装2车，吃的也带点，光喝水撑不了多久。这些也是粮，能活命的都算粮。瓶盖这样拧，别用牙。这个回去别直接啃，热水泡。你那边有没有热水？有锅，有火。那就行。此玉为定，余下90余箱，我明日来取。小昭宁，下次来带点能证明你那边是真的东西。还有，别一个人扛100箱。若镇北关还有下次，混蛋！不对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花红柳绿，外皮如硬蜡。将军，此物定有古怪。食物没毒，不可！来历不明之物绝不可入口。我是军医，我来试。这是什么肉？气味霸道，先少量观察，不可乱分。此毒甚烈，入口发热，能顶肌，也能提气。能分给百姓？能，但不能乱分。饿酒的人吃得太急会伤胃。把食用法、分配法、禁忌都记下来，明日前交给我。将军，我才刚试完毒。锅底还有汤，汤中或有药性沉淀，下官带回医雄细查。将军，这水竟如此纯净，拧开便能喝，不必煮。镇北关有救了！不是天佑，是换来的，也不是让人抢的。我守城3日没合眼，凭什么他们先喝？控制现场，不许伤人。将军，我也是守城的人。所以你还站得住，还能问我凭什么？他们连问的力气都没有。重伤员、老弱病者先领，每人小半碗，谁领多少，当场记名。就这点水也记？越少越要记。有人多喝1口，就有人少活1刻。奶奶，我的名在上面吗？在。以后你若能握笔，就帮大家看着，谁也不能少1口救命水。属下知错。错了就去守队，谁乱，先稳人，不许乱动手。是。将军，城东最后1口老井见泥了，10万居民断水了。稳住百姓，分水照册，敢抢水者，先控制并登记，不许当场乱害。现在动手只会更乱，先稳住。是。将军，几十瓶水不够啊！我知道不够，100箱水救不了10万人，但能让他们再撑半天。将军，那门后到底是什么？一条救命的路。城东最后1口井见泥，镇北关10万军民2日滴水未进。我需要水，你能弄到多少，我要多少。跟我来。你肯救？我能帮你，但我先说清楚，我这是超市，
不是许愿池。我拿东西换。行，你拿东西换，我出货，每一件都记账。此时还要记账？越是救命，越要记清。你那边少一瓶水，可能少救一个人；我这边账一乱，明天就说不清。瓶装矿泉水350件，大桶水30件，瓶口封好，先查封口和批次。够10万人喝多久？每人吊半口命，最多撑半天。半天，也能多活半天。手扳？你当这是变戏法？此物竟有千钧之巧。别夸，先干活。老王，库里还有多少水？全拉过来。对，今晚走社区团购备灾单，我把预付款先打你。爸，这笔账我先结。矿泉水、压缩饼干、葡萄糖、泡面、火腿肠、卤蛋。矿泉水、压缩饼干、葡萄糖、泡面、火腿加卤蛋。不是一句暗号，是3样东西。记得住便行。这份你带走，以后你那边也照着记。水去了哪儿，谁领了，领多少，都要有账。若有人抢，你比我会处理抢的人，但你得让没抢的人知道自己不会被落下。小林，你这是要搞救灾啊？差不多。你这仓库门怎么还亮？灯坏了，您先卸外面，让我马上解。从现在起，后仓分3区，前区给人看，中区堆货，最里面除了你谁也进不来。林老板，方才那句暗号，泡面、火腿加卤蛋，怎么？若下次对账，我便用它核验身份。你这技法是真不体面。能救命就体面。镇北关救援核对表，物资批次、抵押物、收空人、发放名册、回执日期，还不够。待肖昭宁回传，水粮是否送达，救助人数、发放名册，不是送出去就算数，要真救到人，还得有人把账带回来。退后，还没分，按册来。按册？我娃都快不行了，还按什么册？这是我儿子。将军，我儿的最后半口命没了。谁在抢？后面的人一口都没了。过去！停！别硬推。小戴能过，不是不能运，是这趟账不够。账不够？水那笔是预配押账，数量也小。现在这车米够一个周鹏吊几百条命，价不一样。再加这些。我先说清楚，金银玉器能救急，但不能长久。你身上的东西总有用完的时候。我知道。下次别只带银子，绣品、竹编、陶器，只要能一直做，就能一直换。镇北关现在连命都快没了，所以先救命，但救完这一口，要想下一口从哪儿来？这也压？他随我父兄守过黑风口，若镇北关没了，留着也只是废铁。成了，能过。无账则乱，无价则弊，救急可借，长久需还。规则不是拦着救人。怎么计则？我不是怕麻烦，是怕以后说不清。东西从哪来，给了谁，都得留下。消耗之物按救命额底价，水粮要满100人1日量，即为1额，单次通行上限3额，满额逼迷，闭合后冷却12时辰。借用之气，压价过门，登记归还，损毁折半价，遗失全价。在信之旨，可过空生符印，不留。水粮要消耗，救援工具登泵借用。对，消耗卡额度、工具卡压价和归还。
电子的还要计电量，玉佩底价，腰牌做押，小票留底，将来出了事，两边都能查。一边毁账呢，剩下的一边撑着，两边都没有书面交易记录，通道就不会放行。声音呢？门开时，门槛便能听见几句，关了就断。想传话，写下来。若我写不清，超额会触发冷却，人心也会乱。粮有，但不按册分，今日谁也吃不到。将军，干粮救不了需要照看的人。先熬西周，伤员、老弱病者排第一队，还能站的往后。凭什么？凭命，凭册，凭谁先需要照看。这些粮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每一袋都有价，每一口都要有名。从今日起，分水分粮，逐笔记名，谁领过，谁还没领，谁最急，都写清楚。敢抢的看住，敢贪的按军规办，再交官府。城南周棚第一册，开。周审家属，半碗稀粥，小半碗水。3日内建立稳定粮册，避免排队秩序失控。第5日前落实水源、粮路和分粮账，降低救济物资耗尽风险。东西有，可通行额度不能一次全送，能换多少送多少，不能只靠我送。水源、粮路、分粮账，能换的手艺。药，这不是普通药牌。黑风口不是普通战损那么简单，是有人连供应都挂了。萧氏手边，工部八字。萧将军，林老板，镇北关百姓的手艺，金银玉器是旧物，用一件少一件。我不想再用那种方式换粮。你的意思是？以工抵粮。绣娘、竹匠、陶匠，你要什么样式样，我安排人做，做多少抵多少，两边都记账，我不收施舍。当古董卖，既不合规，也不是我要走的路。但这些纹样可以做成手工艺品，你们给样子，我找人做成商品，卖了钱再换凉水送过去，不是施舍，是两座城互相拉一把。好。景川，这个梅花纹样有东西，不是普通仿古，针脚和配色都很活。先给我留样，我让设计师试一版礼盒。听见了，第一步成了。最大那只香囊里有夹层，我来时就觉得不对，但那边正分粮，不能当众拆。你这边有安全锏和灯，替我拆开。景川，这不像纹样，像商号暗记。萧昭宁，快回来！沈大夫，下面全被堵死了。这是修城墙的条石，有人故意填井，绝全城的活路。哪个蓄意作乱的？赵万凡，站住！动手就中了计。水他堵不住，账他也赖不掉。掌柜的，将军府发白面糊糊了，咱们是不是降粮价？降价？萧昭宁的粮最多撑3天，等水没了，粮断了，1袋米就能换他们1间房。封了库房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往外卖1粒米，违者按规矩处置。绣品卖了，这批水和米算预支款，香囊夹层里发现的。赵家，好一个赵家！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。有人不讲规矩，就替他备点能拆规矩的东西。别乱碰工具，
等我把安全用法画给你。这几瓶算试用样品，入账先不折价，能不能分发，沈之为验完再说。账要清，试用也急。将军，城西周鹏灭狐见底，再耗下去只能害战马。这又是什么黑色药汁？这东西会冒气，不能直接分。林老板说可解乏，只给夜班和重劳作后的人，少量。银针只能粗茶劣毒，这些吃的、药的，得闻，得看说明，还得少量试过再分。喝着冰，气还冲鼻，少喝，别空腹。病人和心悸的人别碰，它只能提神，不能救命。备用粮仓，将军，粮仓出事了！那又是什么？灭火的。闪开！照图用，离远点，做上风口，火压住就撤，别往里冲。先看说明，按安全图示处理，喷口不能对人。愣着干什么？进去抢粮！这东西若多几罐，能少多少损失？先救粮，粮没了，受影响的人更多。抓到了！现场有证物，人与证物都在。谁派你来的？赵记暗仓的签，你不说，我照样能查到。你说保你家人不被追害。我只知道证物从赵家后门送出，经手的人带军中腰牌。赵掌柜说，粮仓一出事，城里就只能求他。末将拿他问罪。收队，不临时处置，伤他变不回损失的粮。登记在案，立刻交顾御史和官府看护。盘点受损，剩下的粮1/3送城西州庭，照册分。城隍庙，我只去过一次，粮不在赵家明仓，在旧巷下面，但那不是赵掌柜一个人的仓，守门的是军里的人。将军饶命，小人只搬过2次，入口就在旧巷后头。敢耍花样，我先拿你问罪。推。真有暗仓。下去。难怪巡仓查不到。城隍庙归民祠，3年前又被军需官划成临时封存地，没人敢细搜。这是军粮。镇北关恶岛人，他们在地下藏军粮。将军，抄了赵家！先封仓，编号，记账。怒气抓不住幕后人，账能。是。将军有账。赵万才背后有军里的人。将军，这狗东西怎么处置？看护登记，别让无关人员接触他，等顾御史接手。他活着才能指认赵万才，赵万才活着才能咬出上面的人。您是说，先不惊动？蛇觉得安全，才会继续吐柿子。今晚封粮仓，明日请顾御史出文书，告诉百姓，涉案伙计已经交官府保护。是。城隍庙底下，谁给赵万才开的路？小人不知道，只听赵掌柜说，军粮调得动，上头有人。将军，末将这就抄他老底。无凭无据，拿什么抄？赵家几万斤粮食，没有批手却能调动，背后没军中批手，他运得出去？上面有人分赃，人先看住，名字记下，怎么问怎么判，交给顾御史和官府。对外只说人已被保护，免得赵家下手。非石灰，非硝石，喷出寒雾能灭火，这器械做的真强。什么情况？只有破水缸？大半夜不睡觉，翻杂物间做什么？自热速食锅，不用灶火也能热。朋友给的？嗯。那扇门根本没按到，
你这些水凉奇巧气息到底从哪儿变出来的？目前只有我掌握通道，开启条件。万一那林老板图你的兵权，图镇北关呢？他重账，也重命，暂可信。那你刚才为什么笑了？我没有。你有。你是不是背着我们认识了那个林老板？我闭嘴。欢迎光临。将军，这东西到底是吃的还是暗器？军法伺候，还是现在去试？就知道拿军法压人。现在凌晨2点，萧将军，我的流动资金快见底了，备灾单也遮不住太久，再进货我就得贷款。能抵多少？救急的东西我给你想办法，做买卖也能做，但来路不清的东西我不收，能做成正经买卖的我帮你卖。你的规矩倒多。规矩多，麻烦少。你守住赵家，我守住现代的法。成交。今晚赵家粮仓出事，这是从伙计板车缝里扣出来的。香囊夹层那张纸还在。离天亮还有多久？镇北关还有2个时辰。等等，别走正门，别硬闯，人救出来先吃点东西。我记着。赵万才，天亮之前，我先救出你藏的人。上了车就闭嘴，惹乱子，直接丢到荒院去。你他娘的谁？别怕，我来接你们走。先吃，别急，慢慢嚼。好吃。我真的出来了吗？先别动手，你救得出人，未必藏得住人。你有什么主意？丽女工坊，按件计工，明码给粮，他们就算是做工的人，想留下我管饭，能做活我付工钱，粮水我出，价你定，账我记。若有人来抢人，公账就是物证。我记得针脚和车印，赵家车轴上和香囊里的红线就是那个印。从今日起，你是证人，你的命镇北关接住了。从那汉子身上搜出来的马车车轴印极深，不是空车。赵家借着运人，转的是军粮空壳子。江将军，这趟浑水深了，那就搅到底。赵家这事不只是非法困人，起泡了，这东西会自己生白雾，那叫泡沫。林老板写了用法，比皂角强，处理擦伤前先净手，创谣能少一半。先给他们用，这是救命物。这比赵家皂角管用，他那15文，洗完手还烈。3文钱的皂角，他拿什么便宜？不是皂角，叫肥皂，洗得快，大家都抢。告诉摊贩们，谁帮他卖或谁买他的东西，明天别想从赵家粮仓进1粒米，缺1天粮，饿的不是我。赵掌柜说那黄块有毒，买了他的东西就买不到米面。打不过价格，就断粮。行，那就挖你的粮。运人的车，军屯的牌，军需的带。赵万才，你堵我的路，我就挖你的底。别买，这肥皂掺毒草。赵家皂角铺的狗叫得挺响。动一下试试。我是军医沈之威，赵家说有毒，好，我当场验。这是医主擦过烂疮的布，够不够脏？我用它洗手换药，手没烂。你不洗手，家人吃进去的泥比水毒10倍。用它洗，
病少一半。将军让你盯赵家车，我已经盯上了。镇北关驻军专用编号。将军，赵家第2批货我看到了，双股绞绳，圆形烙印，他们囤的是军需粮。终于咬到骨头了。班完闭嘴，泄露一个字，我按规矩处置到底。都别动！沈大夫，这是将军拿来的酸辣米粉。老法子验不全，先3人分1碗，观察半个时辰后再看。辣，快吐！酸辣米粉气味较重，入口有辣，经观察无明显异常，可少量分给劳作军士，不可空腹猛食。好香啊！几位军爷吃啥呢？没你的份儿，柴火料墙角。哎，这鞭法跟赵家地窖里的一模一样，昨晚搬的我手都磨破了。赵家哪里的底下？没啥，我眼花。别追，我去找将军。你们今天谁也没见过他。跑什么？将军饶命，小人只是送柴火的。送柴火的，半夜搬军粮。城南废窑底下，红印记的粮全在里头，常管柜经手。小人鞋垫下面有废料弹。搜，证据有了，我这就带人把赵胖子揪出来。兵马不动，差临门一脚，你不动，我是守将。抄商贾的家，明日弹劾折子就能淹了将军府。我要的是他背后的人。不对，这是坏账。怎么，单日入库的量，赵万才的骡马拼尽全力也拉不出这个数，剩下的车从军里来的。报，巡按御史车马已到关外。顾大人远道而来，府内已被粗查。查免了。听闻镇北关断粮月余，民生艰难，可我看城里百姓虽瘦，却没乱。萧将军，你这救命粮是从哪儿来的？顾大人若要查，随我来。你的兵稳得住城门吗？人在城在。好，本官借你的军令名义，把案子送进御史案郡。赵万才吞不下这么多军粮，他背后还有人。你认得？这是校部司的暗批印，不走明道，只管按理改部，这说明背后有人改使。景川啊，这店毕竟是老林家的根，仓库归我管吧。大伯，我这小超市刨去水电，够吃饭就不错了。你还敢说没发财？这几天我都看见了，你爸当年就守着这最后人都没。店是我的名字，账也清清楚楚，税务局随时能查。可有些旧资料不在税务局。我爸当年查的就是这本影印片。我是怕你忙不过来。不用，我要关店盘货，慢走不送。你那个后门走的什么货？搬货用的。物业吗？我是7号店铺，后巷家装高清监控，今晚就装。这扇门谁也别想动。现在这边的仗也得开始打仗了。绝了！原件开价我全包，镇店质保。不卖，古董卖的是过去，我要卖的是一条活路。原件只做设计参考，你们复刻、包装、销售，利润按成算，没原件噱头，少赚很多。我要干净的长期生意。行，合同我让法务起草。3分钟。林老弟，平台要加量，还要20个纯手工高级打样板，5天交。 5天20个纯手工。
你朋友老家那边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去问。按老规矩抵扣，20个纯手工古法打样，5天交货。5天，秀娘不睡也赶不完。分段做活，各司其职。镇北坊招工，懂刺绣、竹编、木雕、制陶的，按件给粮；只会力气活的，也有饭吃。我会编竹篮，不能搬料。排队领木牌，偷懒冒领者取消当日工分，重新排队登记。从今天起，镇北关的手正镇北关的命。我是废人，没脸吃。都听着，将军府的粥棚是底线。守过城的人，老弱病者，不用拿命换一口粥。能干活的去镇北坊挣钱，需要照看的先活下来。规矩不是冷硬，是让活路不被抢走。一个人做不完，就10个人做。谁负责哪一段，账上写清。若错了呢？错在哪段，哪段重做，不是罚，是保招牌。这东西卖出去，换回来的不是赏钱，是药，是粮，是冬衣。这才1天，好，非常好。苏景堂说分段做活，快。告诉他包装尺寸按这个来，别为了好看压坏针脚。他会喜欢你这句话。他喜欢账清楚就行。告诉赵掌柜，别订肥皂了，订女工坊。女工坊，粮和水能救一时，工坊能救长久。有人不想让它长久。赵掌柜说了，这些东西来路不正，全扣下。这批货关乎镇北关口粮，任何人不得私动。一群女人做的破玩意儿，也配叫粮？再说一遍。这是我们熬了2夜做的。损失多少？3箱外盒，7件绣品，按工价、物料、务工合计26斤白面，12文钱。记账。赔不起就去修渠，做到还清为止。凭什么？凭你动的是公账上的货。我们都看见了，让他赔！李老弟，打样晚1天没事，但品质不能坏。晚不了，告诉平台，首批高级打样背后有真实手工流程，预肉文案改一下。改成什么？写每一针都换一口活命粮，别煽情过头，让人看见手艺就行。被弄坏的重做，耽误的账上记，没人白干，也没人白赔。苏老板，咱们真能靠这个活下去？能，只要账不乱，手不停，就能。赵家知道慌了，慌了才会露破绽，那就让他咬。打手闹事是假，试探我们背后有多少粮是真。明日他们会动军需线，那就让他们动，手伸出来才抓得住证据。别急，再急要踩死人了！退。想活就听令，敢抢的记命看住，敢闹的按规矩办，推搡妇柔的直接交官府。妇柔老人先入安置点，青壮站右边，能动的帮忙搬水搬柴，谁冒领抢领，当场记命。真给我们吃！镇北关不吃人。局长，是局长！蹲下！谁乱跑，先按军规扣押。不对，是急症，像被污染。进城前喝过什么？城南山脚有条溪，我也喝了。水田还以为有救了。 5个人都喝过同一条溪，不是急症源头，是有人在水源里动了手脚。这水不能喝，带水回去，封住溪口，谁也不准再喝。不只是耽误，还有什么？矿粉或者染料渣，
城里用这东西最多的是染坊和商号。水一脏，人会病，心也会乱。他们不是只回水，是想让流民不信镇北关。一旦流民炸营，城门就守不住。查城中染料，赵家商号近来囤了不少朱砂粉和染布料。先查赵家。水断了，人心也会断。又出事了。城南溪水被人污染，城西有口废井，可能还能出水，但井深没有光，也没有能承重的绳。这些能用，头灯照井底，绳子承重，手套防磨。这光能救很多人，那就别省，拿走。我会还。先让人活。将军，这井我前清时下过，底下有水脉，可现在太深，火把照不到，人下去就回不来。按这里，这是灯，围观没用，干活才有水。2人一组，系腰，轮换。下井前先通风，每半炷砂换一次人。能看见底就能挖。喘不上气就上来，别逞英雄，不许把自己困在下面。手烂了还挖，你当自己是铁锹？将军，赵家染凤昨夜偷偷烧了一批废料，派人盯牢，水先救命，账后面算。出水了，出水了！新粮有毒，将军府要拿咱们致命！蓄意作乱，又让咱们吃毒粮，冲进去抢干净粮。队形收回去。他心虚了。闭嘴！你给他吃什么？救他的命。娘，他是劳累后不适，不是中毒。那粥颜色怎么不对？谁知道锅里是不是毒？将军府给的是新米，锅里是霉米。拿下！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换了一袋米。谁让你换的？赵家，赵掌柜给了我5两银子，他说只要闹起来，流民就会冲击将军府。盗换救济粮，煽动民乱，足够移交官府从重查办。大人饶命！这我才不在城里，他带银子躲到十里坡废庙去了。萧将军，按律应由衙门拘押涉案人员。十里坡是镇北军巡防地界，移交衙门。赵万才，将军明察，小人冤枉。打开匣子。小人只是替人办事，军粮不是我一个人敢动的。带走。这么多粮，登记，军需民粮分开计。顾大人，看这里，5家商后，5个掌柜，可收起的最后一笔，全是同一个小勾。同一个人代签，赵万才背后至少还有4家商后。这不是贪粮，是一张网。说，刘成海，镇北关军需官刘成海，粮食他卖给我的，银子他拿60成。他叔父当年在黑风口工部房办差，最会改旧账。刘成海上面是谁？我真没见过，只见过花押，每封信最后都有一个秦字。京中秦姓高官不止1个，那就一个个查。3700甚，赵家囤这么多，还说城里没粮。将军没骗我们，以后每一袋粮
从哪里来，发到哪里，都写在这块板上。谁敢动救命粮，名字和凭据都贴出来。这本账是假的。证据。德昌号商队7日前从南边运粮，可账上写4日前已经入库。除非粮会飞，真账在哪儿？侦测随德昌号南行。德昌号正在来镇北关的路上。派人迎。将军，南15里洛石岭塌方，路断了。德昌号走那条路。是，塌方处有新凿痕，还有这个。不是天灾。有人想让真账进不了城。备马，抄近道。夜里走洛石岭太险，真账没了，镇北关受影响的人更多。镇北关在北，黑风口通州府，洛石岭卡在南粮道，城北旧渠绕山入关，此处一断，南粮郑人商队全被堵住。将军，7处凿痕，位置很准，有人先削空了山壁，再等雨后塌方。能过去吗？人能绕，马和车过不去。将军，山洞里有人。多少人？听声音10几个，像是采药百姓，还有2个斥候。外面有人吗？将军，火把照不清，硬挖会塌。通道遵循应急救援与等价记录2项规则。按规则试一次。对接暗号：泡面火腿加卤蛋。你不是从将军府来的？洛石岭，废庙木门。临时开门，只看4件事：救不救急，暗号对不对，账有没有，底价够不够。小批半日，大批1日，拿什么敌什么。这次临时接入点登记为洛石岭废庙雾门。能救人就行。我需要头灯、救援工具、绳索担架。要。通道开启后，门框温度升高了吗？有一点。那就别连续开启。通道有承载上限，超限会进入常时闭锁。有这些工具，能稳住。先救最靠近出口的人，伤重的先抬。别怕，镇北军在外面。将军，余震！天亮前把人救出来。别动右边，右边一动，上面整片都塌。先救最靠近出口的人，老人第2，能走的最后。将军，绳子不够了。将军，所有人退后3丈。对接暗号：泡面火腿加卤蛋。他刚才说的是暗号。又缺什么？绳子、电池、热水袋，还有能让人短时间醒神的东西。葡萄糖、巧克力、功能饮料，但伤重的人别乱灌。登记点和光影状态都稳定吗？能开，但每次开启后，门框温度都会升高。白板规则写着，别连续用。多久能再开？摸门框，看登记，再看光稳不稳。烫，账不全打不开就停，别硬装。还有一件事，暗号别让别人听全，登记木牌也别离手。先救最靠近出口的人，伤重的先抬。活着就行。里面还有人！将军，天亮前必须撤，不然整座山都要塌。那就在天亮前把人救完。再行半尺，救援通道能稳住。别愣着，脱开！将军，不能再挖了。将军，真账在我怀里。他还活着。将军，不可！我身形最轻，进去最快。你进去，要是塌了怎么办？那就把我也挖出来。将军，真账，账没了，受影响的人更多。外面来！你是真不怕单子？怕来不及。不止赵家，不止刘成海，梁县、药县、军械县全有人动过。秦国公府终于露头了。军粮
商药、军械3条线都被人抽过。这里每批东西离京十足额入镇北关时少30%，不是路上损耗，是有人沿途层层劫走。30%，那前线这些年受害的人算在谁头上？不是赵家贪，是京里有人拿镇北关养肥自己。这本账必须送到京城御前，只要入了御案，秦文松就不能轻易翻身。我派兵护送，不能声势太大，越大越像告诉他们证据在路上。也不能只走一路，做生意压货，最忌把全部身家放在一辆车上。原账我亲送州府，再走御史台密道，另抄2份，分路走。谁抄？我。你会被盯上。我已经在局里了。再拖下去，你这条胳膊会耽误大事。能站稳就行。你再这么扛，我迟早把你按在病榻上，取干净纱布。说了也得成。你现在最该去找林老板，他那边的药比我手里这些强。坐下。先拿消炎药、止旧痕药、干净纱布，外面还有伤员。先坐下。你要是困在门口，我还得先救你，别浪费时间。不舒服可以说。这个1天2次，这个发烧再吃，酒精不能乱用，纱布湿了就换。记住了。你每次都说记住了，然后照样硬撑。镇北关没人能替我撑。林老板，若有人盯上你这边，别硬撑。现在这边讲法不讲私斗，讲法也要活着才能讲。赵万才已押入州牢，刘成海也被拿下，但这2个人只是断尾。秦文松真正怕的是这本账，那就送上去，让朝廷按律治他。没这么简单。秦国公府门生故业遍布朝中，证据不到御前，路上任何一关都能被压下来。那就让证据过关。3路送证，一路明，一路暗，一路诱敌。诱敌那一路放半真半假的账，够他们抢，也够他们慌。抓活的。秦家的人，镇北关离京城1000里，秦大人一句话就能让你们所有奏折变废纸。那就让他没机会说话，今晚就送证。第1路走官道，待御史印文，明面送州府。第2路走北山小道，带副本。第3路走商队线，带假账。你这一路最危险。属下明白。记住，账到不了，人也要回来。遵命。秦家若动手，最快天亮前。他们会先抢哪一路？正常人会抢官道。秦文松不是正常商人，他知道我们会防官道。我亲自去北山。你奸商未愈，秦家不会等我愈。让他们抢走了，东西留下，免受皮肉之苦。秦家的人就这点本事，镇北女将也有顾不上的时候。你撑不了多久。真账被抢了，官道那本是我故意做旧的假账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抄真账的时候，真正能断案的30页，我分成了3份。北山一路只带10页，剩下20页还在我手里。苏老板救了这个案子。做买卖的人不能把命压在一张纸上。秦家抢到账，会以为我们没牌了。那正好，
你这几天是不是被人盯上了？你摁得这么平静，我有点害怕。我操！别再开门！谁伤你？没人受伤。我问谁干的？秦家知道这扇门了。什么秦家？什么门？你俩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懂的？他不是单纯滋事，他在确认门的位置。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守这里。我会报警，换加固门加监控。知道你们这里讲法，但他们不会等法来。锦川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卷进什么跨国犯罪了？比那个麻烦。秦家抢到账后必然会烧毁，并向京中报信，说证据已灭。那我们就让他们报。怎么让？黑衣人里有一个已被保护，让他逃。让他带假消息回去。他会信。人越急，越相信自己抢来的东西是真的。账抢到了，立刻飞鸽传京，告诉大人，镇北关证据已毁。见过账的人都不能活。要证人，要账册，要信鸽。人归你，令牌归我。拿下！够了，信件能伪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动秦国公府？单凭这个不够，加上这个就够了。账不是被抢了吗？你抢的是我给你看的。这一次不走驿站，不走官道，走哪儿？走御史暗线，每10里1换人，每人只送1夜，没人知道全貌。要多久到京？最快7日。将军，南坡挖水的人挖到活水了，可坑壁太软，刚出水就塌了2次。赵老周说，再挖下去人会被埋。水，真有水！谁都不许下去！将军，水脉是真的，可土太软，硬挖井3天必塌。那就看着水在脚底下，喝不着。得先把水抽出来，再修护坡，最后引渠进城。人力能抽多少？不够10万人喝。将军，让我下去挖，埋了也认。我们不怕担责，只要有水。我要你们活着修渠，不是困在坑里。你先画渠线，从南坡到城南老校场，哪里能蓄水，哪里要湖泊，都标出来。可没有抽水的东西，坑底进不了人。我去拿。你肩伤还没好，水不会等我伤好。这次要什么？能把深坑里的水抽上来的东西。水很多，人下不去。这是抽水泵，只能救3天。会用的人先试，滤网和皮带省着点儿。3天内，水车和护坡得接上。能养活一座城吗？不能。机器靠油，油会用完，零件会坏。我能帮你抽第1口水，但不能替你们修出一条河。把保护人的东西也带上。这玩意儿不会炸吧？退后3丈。镇北关有救了！水，真的是水！别只顾着哭，水流出来，存不住也是白搭。渠线呢？从南坡引到城南老校场，那里地势低，可挖蓄水池，中间3处软土，要铺石护坡，至少要2000人，日夜轮换。登记造册，参与修渠者，按日发粮发水，伤了就治，病了就退。谁逼人硬撑，我按军规办他。这是救命工程，
不是让你们送命。修渠还有粮拿。我报名，我会夯土，算我一个。我做饭，我给修渠的人烧水。第一铲，你来。只要渠通了，这城就能活。证据已走御史案线，7日内可入京。秦文松也动了，他给镇北关扣了个指控，什么罪？违规调用来历不明之物，扰乱边镇秩序。他抢粮不成，就要把救命的水说成违制。陈锅也得烧开，谁图骗士喝生水，依属暗册提醒，屡劝不听，再记名。活水进城了，镇北关能喘口气了。喘口气，不是活下去。渠要继续修，蓄水池要加固，守水的人也要轮班。将军，城外接到一封急信。秦文松给朝中递了折子，说你私用义务聚众修渠，扰了边镇，罪名扣得很大。修渠救命也能叫违制？那他们让我们断水断粮又算什么？他不是怕义务，他是怕镇北关不再靠他的赈灾粮活，他要把救命的东西变成我的罪证。朝廷会派人来查，来的人未必站在我们这边。那就让他查，账公开，水公开，公坊公开，镇北关做过什么，让全城百姓都看见。我名字在这儿，修渠7日，领粮15斤。我做了12个香囊，换了2件棉衣。谁领了什么，谁做了什么，都写在这里。有错，当场来改。谁说将军府私吞粮水，就先看明白这3块板子。谁说将军违制？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我是他大伯，我进自己侄子的店，算什么损坏门体？这是他破坏仓库门体的视频，这是产权。之前他签过不再骚扰保证书。林建国这边我们依法处理，损失照价赔，保证书也要补，匿名举报也会查。林景川，你配合后续核查。景川，你真让你大伯进去？规矩不是只管外人。老板，这规格有点夸张了吧？不夸张，这里面放的东西不能丢。你这里也像城防了。你那边立水渠规矩，我这边立门的规矩。粮药、滤芯、棉衣都备好了，但接下来不能只靠金银换。镇北关会还。你们的香囊、竹编、纹样在现代卖得很好，以后你们出手艺，我负责卖，赚的钱再换物资。这是镇北关自己挣的？对，不是施舍。一个平金嘉绣香囊，换2斤白面；竹编疏青10件，换5斤粗粮。按件结算，今日做，今日发。真给白面？真给，但丑话说前头，针脚乱，偷工以次充好，一件不收。这个重做，镇北关的东西要卖出去，就不能丢镇北关的脸。林总，首批预售上线，名字就叫镇北关平金夹绣系列，包装上只写手工文艺授权。行，按你的来。爆了！林总，5000套卖空了，催单留言上万条，还能加吗？能加，但按员工价加，不压工钱。这条线终于不是单向输送了。凭什么他能换白面，我就不行？不就是几针线吗？这里漏针，那里错色，这里线头没收。你若觉得不服，现在当众重做，我照样收。苏老板故意刁难，将军府借工坊压榨穷人。你会刺绣，不会做活，却会替别人喊冤。谁给你的钱？拿下！谁让你来的？这是他身上搜出来的永丰号私铸记号。永丰号已经被登记封存，还能有人拿他的钱办事？秦家的尾巴还没断。登记移交，
明日由官府公开问案。将军，朝廷巡查员到了，带了300精营兵，已经进城。镇北关真是开了眼，军营不像军营，倒像怪地方。这些东西救了镇北关百姓，救人还是惑众？本官持京中复核文书和州府会验单查明。刘大人，要查可以，按文书来。军粮按没结，政务和救命物资，谁也不能乱动。本官奉命复核镇北关粮水，也要查这些来历不明之物。顾御史若有异议，回京去讲。轰鸣冒烟，形制伎样，此物未经朝廷查验，登记封存。大人不能封，我们家取水全靠这里。大人，这是抽水泵，他只把水从地下引出来，渠是百姓一锹一锹挖的。哼，你一个老民也敢教本官？草民40年前在营修司做水工，镇北关旧渠，草民修过。大人若不懂水利，可以问；若只想验水，草民不服。萧昭宁，你未按文书配合伏查。我没有抗令，我抗的是把10万人重新推回断水困境的命令。大胆！按吕，10万人喝的水不能一句话就封。刘大人若坚持验水，请当众验明此水有害。好，本官就当众验。若验出问题，萧昭宁，你这违个重罪就坐实了。验。刘大人要验水，可以，但按律，涉及10万百姓饮水，必须当众验明危害。你要怎么验？我验，原水不可直接喝，沉淀后仍需煮沸。煮沸水无毒，可饮。哼，你是萧昭宁的人，你的话不可信。我家人喝了这水，缓过来了。大人若说有毒，就先说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算什么？我挖的渠，我知道水从哪儿来。我做工换粮，不是被异物扰动。将军救的是镇北关，不是伪制。民心可悬，不能当证据。那就看账，谁挖渠，谁领粮，每天出多少水，账上都有。大人看不懂，我念给你听。萧昭宁有民心，顾承安有律法，苏锦头有账，明面上动不了，那就别从明面动。粮仓、工坊、水渠，烧一处乱一城，乱了就坐实他扰动军民，治理无方，做干净点儿。找这个。谁派你来的？真账不放库丛，你主子没告诉你？刘福海，看来是他，还不够，要让他自己露出下一步。账没偷到，明天就不能再拖。先制造粮仓事故，再扰攻防秩序，百姓一乱，萧昭宁就算有100张嘴，也难以自正。谁？粮仓、工坊，他们今晚制造事故。走水了！粮仓正门1号传水线，就位！沙土组堵门缝，不如撤到北街。他们怎么早有准备？练了3天，不就等着应对这场破坏吗？将军，这个消防演习真管用。跑了一个人呢？工坊那边也出事了。半成品先别管，人先退，水线从东向走，沙土堵西窗。2号传水线，就位！这城里的人疯了，怎么谁都会救火？
能走的自己走，走不了的我背。上来！我这把老骨头重。少废话！我今天连火都灭了，还怕你？我倒是想跑，腿不听话。将军，城南池子的位置不对，它建在高处，枯水期蓄不满。你们要想10万人长久有水，不能只靠南坡。那靠什么？城北山脚有一条废弃旧渠，40年前只修了一半。40年前我任营修司水工。你不是逃难劳奴？因报黑风口隐患挡了秦家姻亲财路而被赶。萧家旧部地折未进京，工部先改。这条城北旧渠能通？烟层挡着，以前凿不开，现在未必。不能爆破，离城太近，塌了就是灾。那就慢挖。钢钎凿缝，木楔灌水扩裂，滑轮运石，慢但稳。这是什么？抗旱小麦、红薯、土豆，先小片示众，别全程铺开。每块田都记清楚，种从哪儿来，收多少，出了什么问题。粮不能永远靠买，但我也不能拿你们的地乱试。别只想着守到明天，镇北关得有明年。我以前只敢想明天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想远一点。顺裂缝处理，别蛮干。木栓打进去，灌水，让石头自己胀。修渠的都有粮，伤了去医馆，别硬撑。能种活吗？这么好的种，老汉一辈子没见过。给水，给种，给农具，要是还种不活，我把自己埋地里当肥料。将军，它明年会长出来吗？会。秦文送的镇骑队到了，带队的是刘福海，他们看护粮，也看护荆州负责文书，要临时负责镇北关粮水工坊。他来晚了，镇北关已经开始自己活了。大人，镇北关有水有粮，百姓也没乱。一座断粮断水的城，忽然自己撑住了，才最麻烦。大人是说，饿着的时候，他们知道等朝廷任己，自己修出渠，自己立了账，以后还任谁给饭吃？萧将军持京中复核文书州府会验单粮赈灾，不开门迎粮。赈灾粮入城，先验文书，验数量，验粮制。本官是户部侍郎，这里是军镇，军镇也吃朝廷粮，朝廷粮也要过镇北关的秤。朝廷新粮看清楚了。安字丁母36，赵万飞地下黑仓封存粮。路遇匪荒，临时调配地方存粮补足，有何不可？可以，但不能按新粮报账，更不能拿没粮充赈灾粮。对，灾年有粮不易。萧将军拦城不让入，是要你们吃他的薄粥，还是朝廷的粮？没粮也是粮啊！可这粮吃坏人怎么办？饿倒人和吃坏几个人，诸位自己选。镇北关不做这种选。将军不饿，自然说的硬气。今日入城粮，验明入账，好粮发，没粮封。谁敢掺没粮，明正俱贴。秦大人若说这是朝廷粮，请出示调拨清单。镇北关如今是账房说了算，是人命说了算。本官听闻镇北关近来私聚民夫，开山凿渠，日夜不休，谁领的头？草民领的渠县。哼，你一个老民也懂水利？镇北关旧渠，草民修过。营树司旧人，那更该知道，水利工程需经朝廷核准。萧昭宁未经核准私聚民夫，是何居心？救命的居心！有人故意煽动百姓，拿下！不能先动手。军兵只维持秩序，人可以问，不能动刑。怎么审？交给顾御史和官府当面记供。萧将军，你很会忍，我也很会记账。账能记粮、记水、记工钱，可账记不了一件事。什么？谁准他们靠自己活？谁教你画曲线？萧昭宁、顾承安。还是那个姓苏的商妇，没人教，没人教。你懂账懂水，还懂当众顶撞朝廷赈灾官。
我不懂官账，但我懂水。谁真救人，谁拿民生做账，我看得懂。带下去登记。为断案先动用惩戒，我会如实记入案卷。顾御史真想把此案查到底？已经查到底了。不，你只查到了梁，没查到梁为什么该饿着他们。你现在画押说萧昭宁以义务惑众，私拒民夫，许你一条命。我这把老骨头本来就是镇北关捡回来的，你不怕担责？怕，但我更怕水渠断了，家家户户又排队等赈粮。今日验粮，煤粮23袋，旧封泥46处，编号不符7项，全记下了。只要你们站在这里，他就没那么容易倒下。苏老板，我有话说。公账一立，我们旧账难藏。昔日赵家压着糊弄金亮，如今人人看账，我们也难。你肯说实话，比躲在人群里喊冤强。我不是替秦大人说话，我只是怕以后没活路。镇北关要活，不是独活。明日帐篷补足旧账，分文不少。以后价目血清，保你无事。再敢掺煤米，我先扎你！秦文松想让我们自己乱，账越清他越急。大人，民心被萧昭宁笼住了，民心会散，粮水会断，账册会烧。几位要的是边军文，不是萧家文。告诉京中贵人，镇北关这盘棋我会收。你已经误了时候，秦家的粮线断了，赵万才供了，顾承安把周府也拖进来了。所以我不再查粮。查什么？查那处后院，查萧昭宁凭什么让一座断粮断水的城撑下来？特别京中权贵还要一句话。说，他真能让镇北关靠公账撑住，就更有人不愿让萧家功名写得太重。林景川，有人举报你货源和仓储异常，市场监管联合核查，请配合。文物走私，我们卖的是香囊礼盒。证照、合同、授权、进货记录都在办公室。现代复刻品，不卖古董，不做出处宣传，所有页面都有标注。举报材料详实，你近期大批采购，进货多，销量少，货去哪儿了？社区团购、公益捐赠预备物资、仓储样品都有票据，公益捐赠去向还在整理。哼，那就是材料还需按清单提交。我们还要查仓库。林总，平台人工审核镇北关，货款暂押，商标版权、授权材料已交，风控暂缓结算多少？首批和预售款都压着。还有人给我公司发律师函，说你侵犯商标。对方昨天刚申请，叫镇北古运。近似商标申请，还平台投诉。资料我都有保留，也提交了，销售页也标清楚了。林总，话是这么说，可平台货款压着，你后面还能供货吗？我想办法。你最近进的那些粮药设备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不问你秘密，但现在不是好奇的问题。你现金流断了，再被查仓，这店真可能关。我知道，材料都在，采购、授权、库存流向也都有记录。打开，里面是私人仓储区和商业样品，可以查，但请出示正式文书，全程录像登记。你不配合？配合合法检查，拒绝口头闯仓。内有商业样品与客户定制物料，查可以，流程需完整。今天先到这儿，补齐资料。前厅照常营业，后续有文书再查。明白。你这门后面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命。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个。下面疑似困着一支商队，人下不去。硬挖会塌，绕路来不及。这又是什么？航拍器。必须救出来！林老板那边的东西越来越像命了。航拍器只能飞半炷香，飞了几次，剩多少电都记上，别当它用不坏。你连这个也记？越解释不清的东西，越要记清。先救人，再记东西。你是谁的人？镇北关守将萧昭宁。萧将军，救我！我手里有秦文松倒卖军的底账。先出去！账不能丢，人也不能丢。账在你身上，你活着才最值钱。明账入镇北关，暗账转青州黑市，
银子洗回京城秦府。我本想去州府告状，可黑风口突然炸山，他们要把我们全埋了。不是意外塌方，是有人拦政。这里还有银之司救去拨款。秦文松不止偷粮，他40年前就让镇北关断水。幕后是谁？户部侍郎秦文松。将军，秦府护从往黑风口来了。护证人。刘正人，带走，连夜移交官府审问。他们越急，证明这仗越真。我家人还在京城，秦文松会害他们。你活着，才有机会救他们。我若翻供呢？那秦文松会先害你，再害他们。所以你不能退，也不能翻供。证据必须送出镇北关。秦文松已经堵路，那就3份证据，3路人，只要1份到州府，他就输。顾大人，我一家老小，我会走御史台安县保人，但你也要明白，御史台护得住人，护不住一个失去的人留下的空供词。我作证。你先保住自己。秦文松不是想害我，他想让证据困在镇北关。将军，黑虹口2次塌方，3路印弩全被截毁，路断了。他要切断镇北关的外援。证据还在城里，城里有证据，也要有粮吃，有水喝，有人敢作证。你想拖垮他们？外援断了，真相就难送出去。等他们自己乱，萧昭宁就会明白，民心是最不惊愕的东西。证据送不出去，秦文松封了路。你想从门这边送？不行，门框温度已经过高。只送1包证据。今天你已经已开启4次通道，再超限，可能不是送不出去，是长期闭塞。1包证据能救镇北关。这扇门若断了，以后每一包药、每一袋粮、每一封证据都没了。你要我等？我要你活着等，也要这条路活着等。路断了，英雄也只能隔门听失去的人。等，有时候会出人命。硬闯也会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送证据，是保证人。秦文松急着害孙长明，说明他怕人。地窖外3层岗哨，每层放一个报警器，人一碰线就响。强光只闪一下，给看护的人争时间。几息够抓人？抓证人比空口猜有用。你这边也出事了？一点小麻烦。你撒谎的时候会把纸翻过去。因为镇北关。因为我自己选择参与这条通道。若有一日，这条通道严重影响你的生活，你可以停止参与。我会关，但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该关的时候必须关。就像今晚，
我刚才急了。我知道，但我没有错。你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还有你自己，别一出事就自己扛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救一座城，是一座城在跟你一起活。我习惯了自己扛。那就慢慢改，先喝水。上游区旧案，徽中有名。谁赌的水？平台那边要求复合来源链7天，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只能按最坏情况帮你准备。两边都在封堵这条路。不是天灾，是有人凿山，故意堵了水脉。谁做的？营修司旧制铁钎，40年前那批归秦家姻亲管过。秦家不止偷粮，还断水。撑住，别让坝体散塌，疏通秋生潜能。营修司旧物，秦家姻亲经手。若能找到当年采购名册，就能证明堵水不是意外。名册被烧了，烧过，不代表没有灰，灰里也能翻证据。将军，秦文松带精英兵往将军府来了，说要搜旧木门。本官持京中复核文书和州府汇演州真物会验单，清查来历不明之。萧将军，开府。将军府是军机重地，抗命便是为治。可以搜，但由本官监搜，逐项登记，不得毁坏军物，不得私拿政物。顾御史真是处处替他想。我替律法想。打开。不可能！秦大人在找什么？你打开！无此律条。本官怀疑此处另有隐秘通道。一扇柴房门，秦大人看够了吗？雁门，3日内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萧昭宁，本官不急。门在，你就跑不了。秦大人错了。错哪儿？我要跑，早跑。对接暗号：泡面火腿加卤蛋。没开。林老板那边过不来了。不是他过不来，是我们不能再靠他过日子。3个月，水粮账工都撑住，门再开，撑不住就别再堵它。3个月。这次真得靠你们自己了。工坊还能做，账还能记，粮还能分。证据正本还在，副本也在，通道不开，不等于案子断。传令，从今夜起，水渠、粮仓、工坊、医馆4处严守，
镇北关要靠自己撑3个月。想毁掉仲良，先问我们答不答应？主仓守住了，种粮少了30%。水是全城的命，任何人不得私动，发现异常立刻登记，招交顾御史。苏老板，我怕。怕还站着，才叫胆子。沈大夫，通道不开了。通道不开，人还得活。将军，四处都守住了。守住1夜不算赢，3个月才算。通道不开了。不开了。那就好，没了那扇门，镇北关的补给会立刻吃紧。萧昭宁，我看你靠自己能撑几日？种粮少了30%。主仓守住了，可这些种子……先分拣，没烧透的留种，烧坏的磨成粗粉，不能浪费。你要把坏种也入账，更要入账。损了多少，剩了多少，全城知道，才没人乱。他想让全城没水。你赌的不是水，是命。从今晚起，水渠5步一灯，10步一哨，夜里只让大人守，阿烈白天跟着递水计数就行。我能守。能，但你要活着守，2人一组。粮仓损种30%，主仓无损。水渠没断。医馆无伤员，药少能撑。递交证人无恙，证据、证副本都在。第1夜守住了。他不会只守1夜。那我们就1夜1夜守。将军，秦文松封了城外3条官道。官道断了，但人不能被困住，证据也不能被困住。秦文松盯着城门，所以不走军门，走病门。沈之威的医属隔离车每日出城处理瘟物和病料，秦文松的人不敢细查。大人要我藏在金物车里。你想活，就得先像死去的人一样出去。味道越臭，命越稳。你别乱动，谁来查，我就可给他看。我带正本一半，另一半留城中。若我困在路上，城里还有半条证据链。你现在跑出去是拿命赌？不赌，秦文松赢。称上什么？登雾，你要验，我给你戴口罩，你亲手翻。走走走。查那辆车。汽车。跑！大人，我跑不动了。你若跑不动，就把这个吞进肚子里也要带出去。顾大人，往北，州府暗桩在柳河驿。分开！不行！他们追我，你活。
将军，顾大人。大人，盖印立案。镇北关军粮案正本半分，活证孙长明在此，另一半在镇北关互相印证。顾大人，这案子牵涉秦文颂，牵涉他背后的人，所以更要开。你今日不收，明日这案就会变成你收受秦府贿赂的证据之一。不是秦府的指使，我见秦文松身边的内侍带过，他背后的人。州府已收案，孙长明已入保护，秦府护从移交。那秦文松是不是要完了？还早，他背后还有人。但他第一次不是只和镇北关斗了。将军，秦文颂营中撤了一半人，像是往州府方向去了。第7日没断，每日一刻贴到布告栏上。水是活了，可渠还嫩，1个月内不能断人，人也不能断。水位、粮数、工钱，一日一贴。将军，这么贴，不怕人看了心慌？不贴才会慌。活了，真活了！别碰，让它长。它长出来，我们就能多1份粮吗？还要浇水、除草、防虫，活下来只是第一步。虫来了，能治吗？能，草木灰、石灰水、烟叶水轮着来，只是要人手，也要耐心。粮苗已经少了30%，剩下这些一颗都不能糟蹋。传令，青壮轮值护渠，老人妇人也可轮值护苗。虫害入账，每日上报。虫子也要入账？会害命的东西都要入账。我不会写虫，先画下来，明日让账房叔叔补字。这也算账，能记住就不会白损。平台那边还压着货款，监管要你补公益物资去向。你这7天睡了几个小时？比萧昭宁多，别拿古代女将做稀标准。3个月后给他留着。你真觉得他能撑过3个月？还没稳。莲枝梅香囊20支，竹编挂件16件，今日入库，今日记名。苏老板，咱们做的这些真能换粮？不是换粮，是卖货。镇北关不能一辈子等人喂，这是工钱，不是赏钱。有60香囊针脚松，现在那边说不能收。谁做的？账上标退。反攻不乏粮，
但返工时间不另算工钱。苏老板，我做的，我娘病了，我赶急了。你娘的药，医属按病理，你的工按件算，两件事不能糊在一起。账不清，看着有人情，最后伤的是所有人的饭碗。谁知道这账是真是假？说不定粮都被将军府藏了。我名字在这儿，领了多少粮我自己知道。我做了多少活，我也知道。账错了，我们自己会找苏老板改，用不着你替我们急。我有错账，上月卖给工坊的棉线我少报了半斤，以前跟赵家做买卖习惯了。补吗？补，今日补，往后明码。看见没有？公账不是不许人错，是不许错了藏着。歇一晚，账一晚不清，人心就会乱一晚。镇北关欠你一份安稳日子。等成活了，我要开全大圣最大的铺子。卖什么？卖明码标价，卖谁也不敢赖的工钱。将军，州府回信，秦文松案正式立案了。案子立了，不等于赢了。水够苗活，可虫子也来了。怎么治？草木灰、石灰水轮着撒，不能偷懒。将军，它会长成粮吗？会，但这事儿要过很多关。跟镇北关一样？将军，西边3亩虫吃的厉害，救不回了。损了就记，别瞒，瞒1亩，却后少1仓。西3亩笋苗入账，能补种的补，不能补的改种红薯。原来种下去也还要天天照看，所以要记账、补种，天天照看。沈大夫，轻伤不用好药，会不会被骂？会，让他们骂我。药要留给会受害的人。凭什么不给用林老板那边的急救药？你这个伤，盐水洗洗就行。急救药不是给你娇气用的。沈大夫，你认得我？我在医馆熬过半个月药，求你按医嘱给他一片退伤药啊！沈大夫，给那边病患，你丈夫能喝汤药，能撑。那边病患需要马上用药。我知道你说的对，可我心里恨。你恨我，别恨账，我陪你守他。州府收案，孙长明已被保护。个别京中权贵很不满意。镇北江门断了，还能撑到第2月。你们京中那条线的人也低估了萧昭宁，所以个别京中权贵说，若他撑过3个月，便不能再只当边将看。什么意思？功劳太大的人，容易被人盯上。秦家若倒，他就以为自己能留名。那几位要的是边军文，不是萧家文。那就让他赢一半，赢得越大，工部越不能写他。小人只是运货，不知军粮去向。每月初7，你亲自收银，每次收银后3日内，秦府外库入账同额银票。这笔账是我做的，我认得他的手印。你不怕京里的人受牵连？孙长明家眷已由御史按线转出京城，你现在能威胁的，只剩你自己。画押，你供秦文松，还是替秦文松担罪？4年前江南漕运案，路数一样，粮路、银路、印信都能对上秦文松。秦文松不是第一次，他背后有人擦屁股，否则早翻了。他背后的人，查秦文松可以，查他背后那几个人要慢。朝中也有守规矩的人，我们要把证据递到他们手里，而不是把整座朝堂都当敌人。慢到什么时候？慢到证据多得他们拦不完人，毁不完账，删不完名。那镇北关要先撑住。顾大人怎么说？秦文松快倒了，但倒下一棵树，后面还有一片路。那我们怎么办？
传令撑住第3个月，水渠不断，良田不废，公账不糊。谁想抹镇北关，先让他看见镇北关还活着。将军，需要他！沙袋顶住木桩，水一改道，3个月白首。军民一起上，这不是我的渠，是全城的命。将军，西之渠塌了，先保主渠，支渠明日修。主渠今晚断了，全城断。保主渠，能动的去搬沙袋，行动不便的留下，别只围着急，先把水稳住。你留下，你今天受的伤，够算功了。第3个月没断，损失入账。今日修支渠，你先睡。修完睡。开了，回来了，那你也算没白守。警方那边还要2次询问，库存差，我先用工艺备灾和样品骚耗解释了，但这话撑不了太久，还没到白不白的时候。你这边也没闲着。你们撑了3个月，我这边也不是只等了3个月。你也守城了？我守着一间小超市，也守着一堆没人信的账。我这边过1天，你那边也少1天。我没法假装你们只是书里的人。原来没有城墙，也是在守城。门也不一定长在墙上。还差攻防货样。在图，只要货样到，这条线就不是单向救命，而是正式往来。苏锦堂会送的。我信。还有一件事，州府那边秦文松案快定了，但经书新校样里，你的名字被新教化覆盖了，有人要把你的功劳抹掉。命还在，明慢慢查。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我不能替你不在乎。所以我这3个月整理的那些合规材料，不只是给监管看的，也是给历史看的。赵家粮仓货单、通达商号阴阳账、孙长明活供、秦府调兵纸条，4条证据互相咬合，一群边关百姓的账也能定本官的罪？不能。所以我还备了17份副本，3处封存，2处入档。顾承安，你查得很勤，可你敢查萧昭宁吗？镇北关那些良药铁器从何而来？你查清了吗？本官留着账，就是要看你们怎么自辩。他开工坊立私账，若本官有罪，他也别想摘干净。此为镇北关违规转运异物、倒卖军需之账。萧昭宁说他有公账，本官也有账。顾御史，账不是越多越真。这是伪账，通达商号没有这条线。你一个翻供账房，凭什么说？单看古代账册，确实难辨。所以我等另一边的账。这些真能送过去？能。通道覆开了，证据也能走。现待收样时间，平台复核通知。合同编号，公账编号。秦文松这本伪账，把3月后的货写进了2月前。他不知道另一边也有账。秦文松伪造镇北关私账反诬边将，也记入案卷。你们怎么可能有这种账？镇北关的路比你以为的多。救母救力仅在镇北误作旁证。哼，秦文松倒了，他们开始改史了。你们改一笔，我留一笔。边关可以记功，但有人不愿单列萧氏。秦文松案刚解，御史台会查，所以不动令牌，先改名。改成什么？镇北关诸吏军民协力大治，不单列萧昭宁。可公账上处处有他令牌，
公账是民间杂账，工部才是朝廷公布的章程。有人在借孝创不司模拟的名字，命还在，名以后再查。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我不能替你不在乎。我父兄当年守黑风口，折了2700人，公布上只剩8个字：诸将协力，边境暂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不是没人记黑风口，是有人刮掉萧家的名，盖上秦家的印。我不是不在乎，我是知道，在乎也未必有用。那这次，我们让他有用。林景川，多谢。谢就不用。以后少说，若我回不来，那瓶冰镇汽水，我不想白流。林景川，通州转运来的镇北关女工坊货样。镇北关女工坊，苏锦堂记，编号时间签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我不是帮你开超市，我是帮2座城做审计。货样回流，立约成。这条线终于不是只往一边流了。货样到了，现在那边确认收货。今日起，连枝梅香囊、竹编挂件、小陶杯按件计工。苏姑娘，这算赏钱吗？计工，以后谁再把工钱写成赏钱，调离账房，重新学规矩。我能做一个香囊吗？你做来干什么？挂药箱上，醒目。你那药箱重建了都得绕路。第一批500套，没问题，后面还能追加。合同写清楚，传统手作纹样授权，不准写古董，不准编出土故事。你是真怕赚钱啊？怕脏钱。行，正规授权。还有一条，样品只在前厅查看，不得进入后仓，不得追问原始来源。你们这规矩也太多了，规矩少了会出人命。州府转运使司试单验收合格，追加冬衣3000件。3000件，开工。3000件不是赏，是生意。先做哪批？首批500件，7日交。裁布、填棉、缝领、验针脚，4项上墙，谁做谁签名。领口再收半寸，黑风口一夸风，脖子最先动。真迹，1属1件入账，以后章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挺好。以前缝衣是活命，现在缝衣能养命。苏老板，做冬衣的人名字也写？写，谁裁布，谁缝领，谁验针过，都写。那我以后能跟我儿子说，他爹穿的冬衣有我一针。将军，京中校部司副者员已离京，名为河边关工部，实为查萧昭宁兵权与公账，暂勿轻动，留朕为先。城门照常开，工部照常记。若京中人来，先让他看水渠，再让他看公账。若他要见将军，让他排队。冬衣账册多抄2份，1份留工坊，1份送顾承安，1份送林景川。原始样品都在里面吧？我就看一眼。样品盒里都有，后仓别进。你干什么？越线门锁闭。你这小超市规矩比金库还多。现在再加一条，越线合作终止。行，我不问。从今日起，通道前3丈为禁线，无我令牌，任何人不得越界。我也不行，尤其你不行，我又没拆过门。你上次差点把自火锅拆成军械。门一关，误的是命，越急越不能乱。将军，若京中复合员要查，让他站线外查，对接暗号：泡面、火腿加卤蛋。这暗号谁想的？真不体面。我听见了。将军，是京中仪仗。开城门，防务照常，账册备好。他若问功，就让他看账；他若要带人走，也让他先看账。萧将军，京中贵人惜才，镇北关灾后大治自有封赏，请将军回京述功。
镇北关灾后未稳，等镇北关稳了再说。可这公布上并无萧昭宁三字，公布只记镇北关诸吏居民协力修水渠、平梁岸、复工坊安灾民，既无其名，何来其功？将军若不入京，这功劳朝廷便只能如此记了。放肆！水渠、公账、医署、工坊，看完再说谁有功。本官查的是朝廷公布。镇北关活在城里，不活在布上。又改字，他们有完没完？本官查的是朝廷公布，不是民间杂账。每一件冬衣，谁裁布，谁缝领，谁验针脚，谁领工钱，都有名。女工坊与边关功劳何干？没有冬衣，黑风口冻倒的人，您替我们埋吗？退热膏、外用碘伏、绷带、净水片，每一样给谁用救了谁，都记着。要测也不能证明萧昭宁之功。我没说证明他，我证明镇北关不是天恩救活的，是一条命一条命救回来的。每天一祭，没断过。渠是谁下令修的，谁带人守的，城里人都知道。百姓之口，不能入史。可我娘说，是萧将军让我们先喝水。百姓之口不能入史，那州府印呢？转运使司验收呢？冬衣订单呢？这些也不能入史。若都不能，那你们写的不是史，是遮羞布。镇北关的令牌不对账字动手，负责员的人最好也一样。萧将军，你很清楚，朝中并非没有人知道你有功，那为何不写？因为个别人容得下边功，却容不下萧家。原来你们怕的不是我有功，那是什么？是有人记得萧家守过边。明日不用真副调兵，先用换防文书停礼校尉，再拿半块符牌逼他开南门粮仓。他答应，城防就空；他不答应，就是抗文书。若百姓不乱，防务一乱，人心自然会乱。持换防复核文书，李校尉临时配合复核，南门粮仓由京中监军看守。今日还发粮吗？朝廷临时复核，自有章程。今日暂停。粮仓发放按镇北关公账，今日名册已定，不可停。你已卸职，末将卸职，但镇北关粮册未卸，谁停今日粮，谁在账上留名。涉案暗线要夺房权，后院有人盯着，用这扇门。对接暗号：泡面火腿加卤蛋。送林景川，再转顾城安。将军，林老板能做到？他能让一张纸变成17张。他们能抹一个名字，抹不了2座城的账。若我有一日回不来，那瓶汽水我就一直留着，你自己来喝。好。奉换防文书，镇北军半数停职复查，3日内交令牌，由京中监军核验。镇北军只遵从兵部调令和朝廷明令，换防复查文书管不到边军换防。萧昭宁，你未按文书配合复核，我守律。半块符牌在此，申请急调。半块调兵符牌拓边，只能传急调，不能临时复核军阵。另一半呢？按旧制，半块符牌只能急运用兵，不能改边防，更不能停民生粮仓。末将虽暂卸城，仍可作证。必须配合复查。我无职，律还在。另一半，在京中校部司王怀安私宅搜出，符牌拓片有假，工部也被改过。秦文松案背后还有暗线，证据已送到州府、御史台和兵部，3处联名复核，公道不会只听他一家。你怎么送出去的？镇北关的路比你以为的多。南门停粮记录百姓名册，留存副本镇北公账，时间全对得上。
你若说账是假的，就先解释你的人刚停粮，另一边为什么已经留了档。京中校不思删去萧昭宁之名，改作朱立军民协力，此事已立案。边关功劳本就不是一人之功。对，修渠的是赵老周和百姓，救人的是沈之威和医主，立账的是苏景堂和工坊，查案的是顾承安，守粮的是李孝伟和镇北军。镇北关能活，不是我一人的功，功劳不止一人，不等于删的不是名字，是一城人活过的证据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只剩8个字。这才想想，平台那边初审过了，货款先解冻冻一半，监管还要复查，复查就复查，账在，活路也得过安检。涉案那几个人不会就此罢手，镇北关也不会就此低头。工坊订单明日还要交，医署还有一堆病人，主渠明早要清淤，西支渠还得补。南门粮仓今晚恢复发放，末将亲自盯。你的直牌，兵部会副，直牌可以补登，今日粮不能研发。那就各忙各的。成活着，比什么都要紧。孙先生，顾大人问你可愿随御史台入京作证？作证我去，证完回来。回来？我做了半辈子假账，后半辈子查假账。林老板，镇北关还要买粮、买药、买布，也会卖冬衣、香囊、陶杯。公账结算。公账结算。那以后就是长期合作。立约。账会被撕，史会被改，可只要有人继续记，路就断不了。老师，这份影印件来源链完整，但内容需由研究员人工复核。